在2025年的1月3號，這個乾巴老頭說他家裡有台寶馬摩托車，開始我還半信，但它真的是一台 BMW， 而且有點豪華。車上的按鈕就有很多，掀開上面的破布，我發現它真的超級大。老頭說這車是他哥換的，在他家沙子停了好多年，後來又推到棚子裡，又放了2-3年，加一起怎麼也有小10年沒人騎過它了。現在他又要去南方養老了，老頭開價1萬，最終6500，外加2缸3漏的，我給他帶了回來。這車超級重，差一丟就有800斤了。但他的車鑰匙在那次搬家中也是丟了，現在也只能嘗試想個熊辦法給他割漏開，請祝我好運。哎我操！以後你车要是要丢的话，可以给我打電話，我去給你救援吶。我這個2把刀的開鎖技能，鑰匙只有一面能打開，另一面估計是哪個齒兒差了半個牙。我以為他後面的箱子裡能給我帶來啥好東西，因為當初能買這車的人都不是一般的炮子，但現在這裡面只有個他，也不知道是幹嘛用的。但我總覺得不像是這台車上的。這裡竟然藏了一個座椅加熱的按鈕，而且這塊還是一個液壓的支撐桿，看來這車的配置挺高呀。原車的電池肯定是白費了，插上連接線，擰開鑰匙，儀表亮了，按了喇叭響了，然後我就以為加上油它就能騎了。6500元撿了個大漏，然後我就咧上了嘴，吃上了大板牙，但是它不能啟動，只能嘚一下。開始我懷疑是我接的線沒有掐好，又懷疑是它的啟動按鈕壞了。但是邊好像沒擱這兒，有點像啟動機拉不動的樣子，這活要壞菜了。如果啟動機拉不動，大概率就倆問題，要麼它自己的毛病，要麼就是發動機內部卡死了。我還覺得這麼俩錢買這麼大一個車真合適，但現在這個裡面竟然藏了一個4個缸的發動機，而且還是橫着放的。這種發動機有一個致命的缺點，就是容易偏磨，導致燒機油。如果買車之前我知道它是這種結構，我一定不會花6500。現在我覺得我有點後悔了，鬍子也有點長了。其他也別管了，先拆一下外殼，確定一下到底是哪裡的問題。希望就是啟動機它自己的毛病，但它終歸是德國製造，閒置了這麼多年，依舊還可以看出它的工藝很棒，而且連功能也是德味十足。這塊竟然還隨車來了2個土著居民，他倆已經凍嘎了。他不愧是洲際的巡航旅行車，油箱超級大。我只是想檢查一下啟動機的情況，但是已經拆了半拉車了。我覺得我好像找到病了，這啟動機的後墊那兒有一根紅線連着它，大概率就是這根紅線導致的。頭已經氧化出銅綠色，問題就應該是它氧化導致的接觸不良，電流不夠，啟動只能更一聲。我給它壓了一個新的銅鼻子裝回去，它這個位置太別手了，然後直接插上槍起，通電測試。沒錯，就是他的病，這個小零碎的氧化導致的，我拆了半拉車了。快遞哦，正好天也黑了，我也下個班回家收拾一下自己。這個可是我心心念念的德國勃朗9系巔峰版，為了等待它到來，我鬍子長。快過年了，也該入手一把高品質的剃鬚刀犒勞一下自己。
它這個刀頭都是獨立浮動的，貼着臉一刮立馬乾淨，還有聲波柔震科技，不會傷臉，乾淨利索了。用完放智能護理中心，一鍵殺菌，再用无異味，加上旅行充電盒，出門上百天都很輕鬆。回家睡一覺，明天再來搞它。昨天因為啟動機上面的一根銅線氧化，導致我拆了半拉車。今天就一起檢查下它的點火線路，省得後續咱倆再返工。這次我也是學精了。不好意思啊，那我要給你卡2倍。憑我的感覺，這個火花塞應該是第一次拆，而且還是雙頭的。為了省劲，我直接放到檢測儀上面檢查一下它的工作情況。4個火花塞的狀態都不是很好，但也勉強能用。然後再直接懟車上，沒錯，有高壓電蹦出來。然後我又順手給每缸都測了缸壓，每個都有10個多的壓力蹦出來。這是我修過這些車裡面最猛的一個，也足可以說明它的馬力一定会很大。现在我敢肯定這個電路沒有問題。接下來就是來搞一下它這個要飯的油箱。好在這個油箱是塑料的，內部沒有生鏽的情況，但是這個油泵這疙瘩不盡人意。我直接給它接上電源測試，果然沒有反應。我還是老辦法，左右給它震動一下。請你偷摸記住這個秘密，別讓那個誰知道了。在長時間沒油的情況下，可以嘗試敲擊震動油泵，大概率會好。而且我還發現了這台車有個極其不是人設計的東西，它竟然把空氣濾芯放到油箱的下面，這意味着哪怕是個簡單的小保養，都要像我一樣才半拉車才行。那麼這樣看的話，這個濾芯極有可能是05年12月19日生產的。现在油也加了，电也通了，可以嘗試啟動了。祝我好運。现在这車加不上油，我懷疑問題還是出在油路上面。上午咱倆給汽油泵都敲了，問題只能在噴油嘴這兒，但拆下來感覺不像。直接通電測試，不是它的問題，油直直往外冒。我覺得問題沒在油路上面，起碼這幾個噴油嘴沒有問題。這活兒。這6500真是買了個活的回來，沒有一點順利的，哪都是坎兒。現在的確能啟動，但只能一下，加不到油。過了一會兒又能啟動了，問題不在油路。我又排查了點火線路，我可以肯定這條點火線路沒有問題。然後我又仔細看了一下它的維修手冊，然後用專業的寶馬檢測，也沒查出來個楞個楞。唉，你要不要賠一根啊？我覺得他可能就是不點小兵，困着他也困着我，有沒有可能是虛病啊？請你相信，科學的盡頭一定是國學。現在我也蒙圈了，不確定問題出在哪，也不知道在找什麼。反正過了好幾天，我發現它自己熄火以後，這個管它會脹得更硬，我就給這個管薅了下來，一頭有油冒出來，另一頭連氣兒都不通。
這不符合牛頓定理呀！我開始往裡呲清洗劑，我發現這裡面有大量的渣渣，好像是堵了。擦，盖咱俩一臉，但我觉得毛病就搁這兒了。然後我就給油管洗了一下，插回去，装上油箱。我也不確定是不是他的毛病，只能祝咱倆好運了。我就说嘛，科学的尽头一定有咱国学的存在。就这麼一個小的回油管的堵住，硬控了我4、5天。好在我及時放炮崩了它，讓它顯了原形。現在咱倆火速的裝車，去試下車的其他功能，不好的話我還崩它。现在前後輪胎的氣兒打滿，車也裝完了，可以去試車了。祝我好運。尽管這台車停了小10年沒人動過，但現在它的性能還有舒適性真不是蓋的。看來我那2缸3漏的算是值了。祝你身體健康，發財。